便是这里，我们黄泉当铺做天下江湖的生意，各家都有宝库存放于此，此处就是你们暗河的宝库。哎，我问一下，若没有这把钥匙，这不一翻就进去了？如果你要直接翻身而入，相信我，即便你是暗河的大家长，你也没有办法活着出来。你们暗河的那个朱朝，你知道朱朝？不值一提，不值一提。当用这把钥匙打开院门的时候，院子中的那些奇门阵法都会同时撤去。来，收好这把钥匙。接下来你就会知道，这钥匙有多么的珍贵。好。这便是暗河的宝库。首先来点粗俗的。这得接多少杀人的单子，才能攒这么多钱？这一屋子的金砖很多吗？你能不能了解一下人间的疾苦啊？我那一屋子的白银，连同那间宅子加起来，都没有这1箱黄金值钱。但这间屋子里有这么多金砖啊！原来如此，暗河将所有的财富都藏于此处了。若以为仅仅只是财富，苏家主，你太小看暗河的先辈们了。跟我来。莫急莫急，屋中无人。无人而有剑气，这剑来自剑心冢。跟我来。剑心冢、明剑山庄，以及已经覆灭的无剑城，这里面的名剑大多出自于这3个地方。你再看那铠甲、长刀、弓弩，也都是由山北鲁家这样的名门所制。你再看那霸王甲，世间以为只有穆家藏有一具，其实你们暗河有一套一模一样的。这间屋子比方才那屋金砖要值钱。若以金钱的价值来评判，自然比不上那一屋子的金砖。但是这里的兵器，多是有钱也买不到的，其中任何的一样，都值得江湖人抢破脑袋呀！我说王掌柜，你说话这么得意做什么？这些不都是我们的东西吗？哦，习惯了，习惯了。咱们再看看后边吧。接下来的可要小心喽。
曾与雷门雷千庭一起参与了对抗叶鼎之的围杀之阵，这些名字我都曾听他提起过，都是雷门中最厉害的火药。没想到暗河之中居然藏有雷门的这些事物。除了麒麟火牙之外，雷门之中天字级的火药，这间屋子全都装满了，所以打开这道门要格外的小心。它的四面墙，连同这大门，都是以6合精铁所铸，不然的话，里面的火药同时引爆，整个黄泉当铺都将会被夷为平地。接下来的那道门也得小心，因为一不小心，我们3个就交代在这里了。那间屋子里藏满了各种奇毒，里头还有一条是绵蛇王，同时用了温家、唐门等一众独门世家的剧毒来饲养。如今的这条蛇，浑身上下都是无药可治的剧毒，只需一滴它的血，就算是有30年功力的天境高手，也能轻而易举的被放倒。若我没猜错的话，剩下一道门中，应该还藏有各类暗器。你很聪明。若将这些带回暗河，暗河随时便是一支军队，一支全天下最强的军队，所向披靡，神挡杀神。佛挡杀佛。唉，难怪这柄剑能搅动这么大的风雨。可这里是当铺，不是钱庄。聪明。很多人见到这一屋子的财宝，怕是心底里早就荡开了花，谁还会在意那些个细节？既是当铺，那我们必须要付出一些代价，才能得到这些东西。我们的代价是什么？没有任何代价，起码对我黄泉当铺来说，今日不需要。我不信。不必不信，这些东西的代价，其实你们早就开始偿还了。你们这些年杀的人、做的事，便是你们能够拥有这些东西的代价。毕竟，你们当中有一半的任务，都是从我们这儿给出去的。不必躲躲藏藏了，三官大人。黄泉当铺之中，我们是不会随便动手的。当年提魂殿见到你们2人，我便说应该把你们都杀了。哼，可我也说过，正是因为他们危险，才有将他们留下来的意义。而从最后的结果来看，或许当初杀死他们才是最好的选择。等你们许久了，今日见到了暗河的宝藏，又见到了你们，可谓是没有白来。夜魔掌，退！这样的功力，并非一朝一夕就能练出来。你早就偷学了。那你们赶紧下达诛杀我的手术，看看还有谁能听从你们的命令。黄泉当铺之地，也不是让你们打架的地方。放心，我们今日前来，也不是为了打架的。王掌柜，你怕是有些话还没有同他们2人说完吧？这不是正说到一半的时候你们来了吗？大家长，我还未说完的是，你们手中的钥匙只是能打开这间院子罢了，但是要拿走这里的东西，还需要另外一件信物。什么信物？
这个，正是这个。钥匙可以打开这间院子，而这个腰牌可以拿走院子中的东西，二者缺一不可。哦，难怪提魂殿三关始终能够凌驾于三家之上。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你在想，趁着黄泉当铺来不及反应，就将我们给杀了，然后夺走这块腰牌，亦或是把我们跟王掌柜都杀了。若是有人敢在此动手，我黄泉当铺的火器和机关也不是吃素的。我只需轻轻一下，你们暗河的那些宝藏马上就会灰飞烟灭，付诸东流。诸位，还请你们仔细斟酌。难不成三关已经认可我和苏沐雨来执掌暗河了？你觉得如何？你们忽略了一件事情。什么？我们并不认可提魂殿，也不会再认可三关的存在。新的暗河之中，不会再有你们。唉，看来是我们自作多情了。不过你们是不是把事情想得也太简单了？这是一份要求。莫不成三关中有人要成婚？这是邀请我们去赴宴？你们说想要一个答案，想要建立一个新的暗河，那么帖子中的那个人，二位需要见一下。我们要建立什么，和其他人无关。天真！只要天启城中的那位愿意，一个念头，就能将这所有的宝藏全都摧毁。想必你们也很需要这些东西吧？你说的那人是谁？所见之人的先祖，在100年之前创立了暗河。至于剩下的，等你们到天启城之后，自然便会知道答案。你就收起你的研魔掌吧，在黄泉当铺杀人，也只有你这样的疯子才想得出。你当时讲的没错，无需我们主动出击，他们会自动找上门来。那便顺他们的意，在天启城中相见吧。我们现在就回暗河，召集三家家主，带着满门精锐杀去天启吧。谈判？谁和他们谈判？真是可笑。这是一场博弈，若直接落下所有棋子，便会陷入被动。也是啊，他们让我们去我们就去，未免也太小看我们暗河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事就是，似乎我们应约了，又似乎没有。是。所以，我一个人去。你以孤子入局，而我会其后赶到，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。你回到暗河，我会将我在天启城中探得的虚实告知于你，须做一个万全之策。跨过暗河便是彼岸，这应当便是阻碍我们的最后一条河。只来了一个人。是，一人一剑，已在途中。
天启城。爹爹，我想要那个。哎呀，不能吃了。给我买吧。不能买。给我买。你听话。我想吃那个。吃多了你会痛的。对呀，我就要。给我买嘛。不行。坏爹爹，臭爹爹，爹爹给我买嘛。不可以。爹爹给我买。好好好，给你买，给你买。爹爹，这天启城好热闹，比我们无间城都热闹得多。天启城乃天下4城之首，极尽世间之繁华，自然是我们那里不能比的。那我们今天都要去哪玩啊？东面有一处钦天剑，里面的天师可手摘星辰，问道吉凶。爹爹带你去求一把可驱邪祟的桃木剑。西面有一处学宫，里面住着天下第一，爹爹带你去拜访一下，或许以后有机会拜入门下。天下第一？爹爹，你不是剑道第一吗？凡事之天，爹爹伸手可触，但是学堂之内，才是天上之天。好爹爹，好爹爹，爹爹真好，爹爹真好。宗主，苏沐雨从碉楼小筑离开后，又去了千金台学堂，不过他没有进入学堂，眼下正在往青天剑走去。不用再等了，找到他，让他来影宗见我。是。暗河的鬼也敢来此处造次。请早，请进，还是还请国师明示。看来国师并不欢迎我。哟，请问贵客有什么需要？要见上访，再来一桌好酒好菜，我要招待客人。好嘞，楼上请。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已经很晚了。终于来了。这是一份邀请。哼，这是邀请我们去赴宴？你只来了1日，
可整个天启城的重要人物都知道你来了。正因为他们都知道我来了，所以今夜任何人来寻我，他们都不会觉得奇怪。在他们眼中，你不过是想要知道我来天启城的目的，前来探寻的一员罢了。哼，你很聪明。对于我们来说，你若现身，我们是第一个要来寻你的人。因为天启城的暗处，由我们来守护。听闻暗河苏家主剑法举世无双，我练的也算是剑，想试一试苏家主的本事。我的剑，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试，至少你得在我的面前握住自己的剑。这便是传说中执三鬼的厉害，终于见到了。天启城影宗第一护卫团，鹰眼，站在暗河背后的是影宗。我是鹰眼首领乌鸦，奉宗主之命前来见你。我已经在外面等了许久，有很多人经过了这里，但都没有上来。看来暗河执三鬼之名，仍对他们有几分震慑。不过影宗前来寻我，也似乎合情合理。毕竟你们护卫的是黑夜中的天启。方才你说奉宗主之命，影宗宗主义母。宗主的大名，不敢直呼。洛清扬的师傅，我知道的。洛师兄之名在我们影宗已经是一个禁忌了。接下来，今夜便到这里吧。你何意啊？今夜我想知道的，仅仅是你们的身份，至于其他的，明日再说。影宗，看来需要欠个人情了。这已经是13批伏击之人了，有人想拖延我们入天启的时间。是暗河，我收到传信，苏沐雨已经一人先行入了天启，他应该是趁着我们还未至，另有所图。哼，我早就说过，不要太小瞧暗河。苏昌河和苏沐雨，我可是对战过的，那可是2个了不起的年轻人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倒是希望他们2个才是我们的同伴。水官，此言何意啊？天启城的影宗已经没落了，而如今的暗河充满着希望，不是吗？愚蠢！暗河不过是被别人握在手中的剑罢了。行了，速速赶路，今后这样大逆不道的话，切莫乱说。他们不想做执三鬼和送葬师，只想做苏昌河和苏沐雨。其实我也一样，我想做的只是苏恨水，不是水官。他有属于自己的仇要报。天雷无望，可惜今夜天晴无云，不然引雷而下。大家长，你已经是个死人了。
见风从魔力出，梅花香自苦寒来。这雪落一枝梅最独特的性子，便是它如梅花一般的坚韧。即便解了毒，在短时间内动用真气，它便会卷土重来。看来雪落一枝梅已经复发了，不需要我动手，你也马上就要死。才刚解的毒，经此一战，神仙难救了。如此，唐连月便告辞了。黄泉路上，还请大家长好走。大家长，我们需要立刻闭起行阵。不必了，我已经感觉到我的大限将至。即便是神仙，也不可能逆转生死。神爷，可还有别的办法？刚解的毒，本不应该妄动真气，便可多活几年。但方才，神医也不必自责，我本就罪孽深重，即便是到了地府面见阎罗，他也会觉得我是个无药可救之人吧。大家长，沐雨、长河，你们二人随我来，我有话对你们说。其他人在此等候。是。沐雨，我一直认为你之所以不顾一切的保护我，是因为那生死瞳的原因。什么生死瞳？无妨，已经解了。我曾经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被天下所抛弃的人，可是直到那一天，我知道你早已解了生死瞳，我才明白，是我小看你了，也小看了我自己。这些年我常伴大家长左右，我认为大家长是值得守护的人。好，很好。我年轻的时候跟阿可亲如兄弟，就像你和长河一样。后来为了争夺大家长的位置，我失去了很多。阿可也独自一人来到了这朱巢。我原本以为他也抛弃了我，可没想到，到最后还是他舍命救了我。只可惜，有些事情是不会改变的，永远都不会。沐雨，其实你也有你自己的计划吧？你最终的目的是解散暗河，对吗？是。我若独自一人离开，诸隐之人也都无法善终。我不希望他们整日活在杀戮之中。只有解散暗河，他们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，像常人一样行走在阳光之下。若暗河如雨崩般散去，即便那些人势力再过强大，也都无济于事。你呢，长河？你是想执掌暗河，改变暗河，对吗？我想改变的东西很多，但这只是一个开始。我可以把这柄剑交给你，虽然我更想把它交给沐雨。
我年轻的时候也曾和你有一样的想法，可是你现在还不知道，你要做的事比你想象中的还要难上很多。你要打败的人，不仅是苏锦辉，也不仅是我，而是那些比我们要强大、要可怕数倍的对手。我和苏沐雨联手，就还没有输过。区区提魂殿，不足挂齿。提魂殿，那不过是他们设在暗河中的傀儡罢了。几百年了，世人皆知，暗河是全天下最可怕的杀手组织。可是暗河的真相，就连暗河当中的刺客都不知道。所以暗河的真相究竟是什么？暗河的真相，岂能是这三言两语能讲清楚的？秘密就藏在我房间的密道里，待我死后，你们尽可去看。不过不看也无妨，当你手中真正握上这把绵龙剑的时候，他们自然会来找你。说给员外那位听的话我已经说完了。苏沐雨，我们该执行自己的计划了吧？成河，我无法背叛大家长。愚蠢！这次三家铁了心要谋你，我会为你铺好路，你只需要做好握住绵龙剑的准备。你怎么这么多年了还没有明白这个道理啊？你永远都是这么天真。大家长与我二人皆有恩情。恩情？他们培养我们是为了替他们去杀人，我们之间并不存在这可笑的东西。只有你真的把暗河当成了自己的家。而我却始终做不到这一点。对于我而言，这里只是一个交换利益的地方罢了。他给我们庇护，我们为他杀人。所谓的家人，不过是虚伪的说辞。苏沐雨，哲叔就在外面，若我们一起动手，你还能活下去吗？若哲叔与你联手，我自然不是对手。但凡事总要一试。你要是说得通，你就不是苏沐雨。我真傻，和你白费这么多口舌。慕白，在里面偷听的可还痛快？你是怎么发现我的？因为那个让你来此候着的消息，就是我给你的。哼，咱们都是同族，就该互通有无。谁跟你是同族？苏长河，你给我等着！成河，开弓没有回头箭，大家长这次一定会死，我也一定要拿到绵龙剑。所以，好好想一想我们当年的约定吧。苏沐雨，你去做暗河的魁，以后成为大家长，统帅三家，而我留在苏家，继承苏家家主之位。
这马车真有意思啊！如此之大，却能行驶平稳；如此之重，却能日行百里。这是搬家搬三爷捣鼓出来的玩意儿，能不有意思吗？做好这架马车10日以后，他便死了，生病死的。那我若是治好了大家长，我不会得病死了吧？神医多虑了，你可是神医呀！暗河之乱已经开始，不出10日，我们便会得到一个结果，让暗河的水蔓延整个江湖，涌入天启。长河，或许这一次，你我要对彼此真正的拔剑了。这么多年为我点灯的童子，他是唯一一个任务结束还能够活着的。要带他回去吗？不必了。都快死了，17号，欠你一只手，还你一条命，算你赚了。完了。17号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偷听到你的任务点，私逃出来巡礼，我来接你回家。那地方也能算是家吗？有家人等候便是家。你弟弟还在那里？谁能趟过黑暗的河？哪里会有彼岸我也在。一生为一点光心惊颜色，辗转悲欢离合，恋恋不舍，思念在眼心中。心无法逃脱。怎么总把自己搞得这么狼狈？反正每次你都会及时出现，我狼狈点儿，也没什么问题。鬼哭园的试炼马上要开始了，各家主唤我们回去。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。哪里会有彼岸穷尽一生为一点光倾尽颜色？想必你们已经有所了解，待会儿时辰一到，你们就会前往鬼窟渊。每组10个人，只允许留下1个。第一组86号、18号、74号、
42号、34号、26号、17号。第一组的最后一位，63号、63号、谁惹了木秋兄啊？生这么大的气！穆子哲，你明知这二人是我苏家属意的，你这般行事，是要与我苏家为敌吗？别给我扣这么大的罪名，我可不敢。我只是在尽我总教习的职责罢了。职责？不把过强的两个人放在同一组，这是三家都默认的。你就不怕我上报提魂殿吗？等他们情深意重，把彼此看成兄弟的时候，再让他们自相残杀。活坐在一起，不要走散了。看起来也没有办法与你走散了。全都来了。谁都知道你们剑术高超，与其1对1跟你们单打独斗，还不如合力把你们都杀了。我们剩下的再斗，还有几分生气？那便来吧。八节制，刀剑合十，攻守戒备，决一切生机。要胜此战，唯有一途，一二入局。我为尔。要破八节阵，唯有牺牲一人才能找到突破之口。我们2个同时上，算怎么回事？我知道，我来。有神月射下残风冥冥中汹那我走了。回头望云头乱岗，闭上眼月暗之上，谁觉家乡天地长空，等空出世扭转乾坤，黄云笑自灵根深，走在我脚下无不寻根，借一生不爱也不恨，经历穿越打着众生一夜的人满泪痕，逆流而珊瑚中身份，请忘记我是谁，因我也是我们。
三五一生四地将我持群翔，向这里出滔滔，而雷不活动，风起此番风云，利剑真高，江州北风霜凛凛千万顷，一流水沙背负大江，心鸟几万里。刀光剑影出鞘，一拨好人仰天长啸，手如履薄冰，谁弹起恨你？传至光明，无悔脚下不胜履。只剩我们2个人了，所以，你疯了吗？你这疯子，停下来！我跟你说过，你的恩情，我迟早会还的。我不需要你还。你此前替我做点灯童子的时候，已是还了。暗河的规矩，10个人只有1个人能走出鬼窟园，成为3家之人。你若不成我的情，我们2个人都得死。一定会有办法的。我去和他们说，他们享有最顶尖的资格，而我们俩是他们这些年里遇到最好的种子。他们不会愿意就这么失去我们的。你太天真了。你把手放开！你把手放开！只要足够强，便有资格天真。谁醒了？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，梦到一些很久以前的事儿。邪魔外道，勿近勿深。我们是邪魔外道，难道你们要救邪魔外道？不过是些魔障，看我一剑斩了你们！
不好！大家长，人在虚弱时，邪气便会找机会侵染人的身子，做噩梦是正常的事。大家长不必担心。大家长可还安好？毛头，是。神医啊，你此生救过多少人？这我哪里记得得？加上唐二老爷，我此生杀过832人，很多人，我甚至不记得他们是谁，但心底里总会有一个声音告诉我，那是我杀过的人。其实我不怕这样的梦。当他们出现的时候，我会拿起手边的剑，将他们斩杀得一干二净。我既然杀得了他们一次，那么自然我能杀得了他们第二次、第三次，无论是梦境还是现实，都不会有任何区别。但这一次，当我拔剑的时候，发现手里的剑已经断了，需要让沐雨快些回来。难道大家长就不害怕他在这个时候背叛你吗？不会的。哎呀，坐了许久的马车，累了。小长河，你这个样子能追到鹰，你到底是什么安排啊？追得上。大家长此行北上，无非就是想拖延时间，按照他的手段。老爷子有没有事儿我不确定，但是我们这一批跑腿的，定是要被他清算。所以在我这儿，大家长必须死。然后呢？我对于苏沐雨的安排应当已经到了，让他见见几个故人，拖延一下他追上大家长的时间。驾！昌黎，宇哥，好久不见了。昌河派你来的。啊，是大哥让我来的。他说让我拦住你，实在不行就哭到你心软。他是不是觉得我不会杀你？他自以为能猜透我的心，可我杀过这么多人，我也有无法控制住自己杀心的时候。若我想杀你，你早就死了。宇哥。
老师，你口中的老师这2个字，放在我的身上，我可不敢当。苏轼先生，许久不见了，苏沐雨。昌河为了拦住我，居然把你也请来了。不必怪昌河，是我自己想来的。我想此事之后，或许我们便没有相见的机会了，就自请来此见你一下，顺道下一局棋。我在赶路，没有时间。若有机会再见先生，回到暗河，我定去藏书阁拜会。若我没有做到让你下完这局棋，昌河或许会杀了我。先生来此，是想劝我和昌河联手。你们是暗河这100年来最不可思议的搭档，一起联手破过许多危局。这一次，我相信你们一样可以做到。我听昌河说，4年前你们做过一个决定，他当上苏家家主，你当上大家长，成为执掌暗河的新主人。那他有没有说过？我并没有回答他的决定。大家长他值得你这样做吗？这个问题的答案重要吗？沐雨，当你用一个问题来回答另一个问题的时候，就代表你的内心并不坚固。可这问题没有答案，只有选择。我在苏家待了将近10年，昌河与我更是从同一座炼炉当中走出来的师兄弟。准确的说，我们都是家人。昌河那样的人，可不会把老爷子他们当作家人，他只是把你当作家人。可如今我是魁。我的父亲曾教过我，承诺是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。先生您也说过，没了承诺，收了钱的刺客便会因为更多的钱而转头去杀自己的主顾。那么到最后秩序变乱了，刺客便没有存在的理由，暗河也没有存在的必要。你很聪明，但有时候太过于执拗了。已经沦为杀人的棋子，若心中还不存在点执拗，那么活着也像是死了。先生，你败了，告辞。宇哥，你赢不了的。3家家主对大家长这个位置觊觎很久，这个机会他们不可能放过。即便大家长最后把生医好了，他们还是会不惜一切代价把他杀了，这是个必死之局。即使死局，那么昌河他到底想做什么？他想改变暗河，跨过暗河，便能到达彼岸。彼岸之处不再是长夜，而应有光明。和我们联手吧。大哥的意思是让大家长在一个合适的时机死掉，死之前他把绵龙剑传给你，你执掌暗河，而他则去扫清苏家的障碍，成为苏家家主。到时候其他2家再有不满，你们便联起手荡平暗河。宇哥，抱歉，我有我的选择。大哥说了，若你拒绝，那他就自己当这个3家之主，到时候不管谁挡在他面前，他都会杀死，包括你，他这一生最好的朋友。
木鱼，道阻且长，行则将之。驾！先中毒再解毒，以身试毒。倒是有种不疯魔不成活的意思。只是我不太明白，为了几张银票，神医愿意为我以身试毒？自然是不愿意啊，我又不傻。不过我有一个办法，既能感同身受的了解大家长体内的毒，但同时又不会死。什么办法？移魂大法。药王谷的秘术移魂大法，若是一旦对某人施用此法，就能和他无感共识，他的过往和此刻的想法都无法逃脱施用者的眼睛。若是遇到意志薄弱者，甚至能彻底占据他的意识。我初听到此门功法，还曾感慨，这哪里是医术，分明是邪术。确实，医者行医，治的是人身体里的毛病，而移魂大法却能治人心病。不过我这次对大家长施用移魂大法，为的是彻底去除你体内的毒。至于大家长你心里想的那些嘛，我可以试着不去看。若是一旦施用移魂大法，那我的性命自然是全在我白鹤怀的掌控之中了。届时只要我想，可以随时杀死大家长。我想试试。大家长能活几日就让他活几日吧，反正我们抓紧时间找机会，先把那小神医给杀了就是。大家长和那个神医有地质摄效保护，你那么有信心？哎呀，我派人传了封信，去向了北面那座皇城，里面有一个人出身唐门赫赫有名，是唐二老爷最亲近的弟子。九江琵琶亭内3道暗器震惊天下，是可以与司空长风、百里东君等人齐名的高手。